好，我们今天来简单玩一下德国红线。这条线我研究了一下，大概就两种玩法，一种是建立人民委员会，一种是欧洲霸权。当然这两条线也不冲突，只要我们走左边就都可以玩。人民委员会说白了就是京沪会，从苏联抄过来的，它的强度就在于可以抱着小弟疯狂吸血。这边还有一个国策可以解锁决议，给我们小弟刷工厂啊，工厂刷满了再吸。而这个欧洲霸权呢，就是杀杀杀。它这边有一个决议是宣告大德意志无产国成立，直接给我们英法加比荷卢的核心。相比于一个一个放傀儡国，我个人感觉还是欧洲霸权来的比较快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速通一下欧洲霸权。视频开始前依然是先收一波硬币，这期视频如果能满6000硬币的话，就给大家再跟一下奥地利红线。这边我就不说什么时候跟了，我一般都是硬币收到之后才开始做视频。之前的视频总是会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才达到指定的硬币数量，这时候开始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很难保证在第二天立刻做出来。所以说如果今晚就能达到目标的话，那可能今晚就开始做了，如果永远达不到的话，那就没了。开局直接召集国防军，因为我们这局是早战啊，所以就全扑军工了，随便扑。在内战前还是优先生产步枪，内战之后开始生产主要装备。海军这边会送我们25政治点，不拿白不拿，拿了之后我们正好正当化一下这个奥地利啊。为什么要正当化奥地利？主要是找点事做，顺便跳个国策。其实这个时间点正当化谁都一样的，项目可以研究一个军用工程车辆，因为其他的对于我们来说太晚，根本来不及用。很快到了内战，我们没有伤兵，这样的话统一一点。内战开始后先点个召集国民，然后改一下战神经济，所有部队编一下，送了我们24个田线师。为了防止部队乱跑，直接画一条元帅线，然后取消分配，把我们原本的15个师全部集中到这个法兰克福附近。我们先把敌军给切断。内战想要打得快，一定要这个飞机帮忙啊，把我们开局的飞机全部集中过来。在东普鲁士还有一个师，我们可以先让他随便跑一跑。
差不多我们在这个36年的5月底就成功打完内战啊。接下来就是最快速度点这个展望德国的未来了。我们这局的思路还是走梅福券，虽然梅福券有 debuff， 但是可以硬吃。前期先把这些军工拿到手，这边通通处于绞刑，然后一口气解散他们，这样稳定度稍微高一点。剩下来还剩15个师，我们再生产一点，待会儿准备先把这个奥地利给它吃了。再过92天就能宣战奥地利了，然后决议里面让我们93天内解除经济动员，这个时间卡的刚刚好啊，再早个1-2天就来不及了。支持度不够的话也没事，我们派一个顾问给西班牙就可以了。这边我们先来安排一个台尔曼吧，给我们加一下支持率。发动革命点完之后，我们决议里面多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革命，120天。这个事件需要我们全国各地点决议，我觉得它是没什么用的，不仅会给我们掉稳定度，还会上 debuff， 纯粹是一种自残行为。我是宁愿直接2次内战也不点这个决议的。这边唯一有用的一个就是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它能给我们加 10% 的支持度，还是挺有用的。接下来国策还是优先种地，先把这些军工拿到手，让我们产能最大化。至于省下来的点数，我们可以先来一个陆军大师刷一刷经验，前期还是挺缺经验值的。不要因为内战就不敢造部队啊，我们正是缺部队的时候，这边疯狂刷部队。到了这个36年的9月底，我们直接对奥地利宣战。奥地利还是很好打的，他部队都没什么装备，我们肯定是能在2次内战之前解决。如果我们放傀儡国，奥地利会在内战之后脱离，所以这边就不放了，直接全吃，这样还能帮我们跳国策。虽然全吃奥地利会导致我们梅福券爆炸，但无所谓，我们可以硬吃这个惩罚。接下来点数上谁都区别不大，可以来一个组织者。很快就要2次内战了，我们在内战开始前先搞个1炮师，当然1防空也是可以的，所有部队直接转成1炮师，然后看时间。这边还可以夺奥地利黄金储备呢，不过没必要。这个公众抗议不管它。好，这样的话我们内战就开始了。内战开始后，火速把我们的部队再切回骑兵师，然后开始大量的下骑兵。因为编制转的比较晚， AI 部队手上还是有点枪的，所以他也走得动，不过走的没有我们快啊，我们快速走完。在这边跑动的时候略显无聊，我们先正当化一下意大利，225天，再设计一个重坦。我们前期混金盾，用这个基础重型坦克底盘还是挺不错的。为了快速把金盾拉满，我们直接上重机枪了，然后再稍微叠一下突破，50的突破，60的装甲厚度还可以啊。开始大规模生产。个人觉得11块8想要快速武装24个师还是很容易的。由于内战之后科学家跑了，我们再也没有科学家了，新招一个要100点数就先不招了。很快速度就把 AI 给跑完了，接下来就是准备拿下意大利了，所有部队先训练起来。内战打完之后战争支持度就不太够了，这边还是找这个西班牙啊，派个军事顾问。他再往下点就要解体了，我们得抓紧时间灭英国了。这个国策我们要的支持率太高，要等很久，先不着急，先把工业线全点了，多余的点数也可以先把这些能拿的都拿一拿。这就没办法了，意大利自己先内战了，我们正当化直接结束了，那就直接正当化英国吧。英国这边保读了一个比利时，我们正当化一下比利时的小弟啊，刚果。我真的服了，我想打一下刚果，这个意大利共和国跑过来保障了，看来得派志愿军帮一下了。给墨索里尼派志愿军他还不要，那就没办法，那就不管他们了。只不过待会儿吃英国地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在开战前优化一下我们的编制啊，搞一个双重坦，这样的话有160的突破还可以。感觉火炮有点造多了，甚至可以弄4个炮啊，软攻再高一点。到了38年的1月份，总算正当化好了刚果啊。虽然现在打的话会把这个意大利共和国弄到同盟国里面，他自己建了一个意大利邦联啊，那没事了，那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我们还是经典的卡制海登陆啊，将领都安排上。这边制海我们早就已经抢好了，那是必然能直接出发的。就是不知道英国家里面多少兵了，有部队在守港口，强攻。我们刚转完编制，部队状态不是很好，不过无所谓了，别把我点数用完了嘛。这英国家里面明显是没人的，那我们就随便跑了。我就说玩的时候怎么感觉下面一凉呢？原来是这个比利时忘了守，不过无所谓啊，他就一点点兵，跑不了我们。光速拿下英国之后就是吃地环节了。吃地方面，我们这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英国的本岛是要全吃的，因为我们待会儿要拿它的核心。比利时也是要全吃的，其余的地我们就全放傀儡好了，所有资源吃干抹净，方便我们待会儿搞一个经济奇迹啊。很快全部吃完之后，就是去消灭一下这个意大利共和国，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保独。拿下英国之后，我们正好就可以点这个人民的胜利了，离我们成立这个大德意志无产国还差这个荷兰、卢森堡和法国。我们接下来可以打一下法国啊，打法国如果玩的比较贪，可以直接正当化捷克，这样的话一石三鸟啊。不过我们这边保守一点，就吃个法国好了。正当化一下河南，看看法国保不保毒，都已经100热度了，他能不保吗？鬼知道我们一个红色政体为什么要过来帮这个老莫啊？无所谓了，直接冲向罗马吧。拿下罗马之后，我们自然是没什么分可以吃的，就当无事发生啊。点完人民的胜利之后，我们台尔曼就上台了。不过他上台之后，我们顾问就没了，一下子少了不少战争支持度。人民的领袖，我们继续选台尔曼执政。当然选另一个人给的东西挺好的，但是就选台尔曼啊。没想到法国愣是不保读这个河南，没搞懂啊，难道他是没政治点吗？我不信啊，我再正当化一个卢森堡看看。到了38年的7月份，我们就能点实现自给自足了。点完之后，我们就直接经济奇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无视这个梅福券的 debuff 了。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怎么管过，到现在也就66%的消费品，我已经心善到连这个黄金都不抢了。从我们资源来看，目前也就这么多，也算是自给自足了吧。当我们实现经济奇迹之后，最快速度点往这个欧洲霸权啊，还差4个国策。卢森堡正当化好了，法国依然不保读啊，看来还是铁了心自己玩了，只能正当化它了。时间还够，顺手消灭一下老莫。到了39年的2月份，正当化好了法国，给他送走。我们现在编制还是之前打英国的编制啊，随便打。吃地的话，依然是把法国的本土全吃掉，然后其他地傀儡。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没事做了，接下来就是挂机时间了。好，到了1939年的7月份，我们台尔曼就成功完成了欧洲霸权。
啊，决议里面宣告大德意志无产国成立。好，到这边我们本期视频就结束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力工厂已经无敌了。只能说这个红线还是挺简单的，大家如果想玩的话，还是建议走这条线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图的颜色从原本的粉红色变得有点红的发黑啊。比较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叫大德意志，但是这个奥地利是没有核心的。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奥地利红线的话，就投6000硬币吧，硬币到了给大家做下一集啊。